契约奴功恨难消，刀染猩红怒火烧。马拉开波城中结，达连湾内藏碧涛。大家好，在下奇闻居士。提起海盗的黄金时代，你脑中浮现的是杰克斯派罗船长那潇洒不羁的身影，还是黑胡子那样充满传奇色彩的枭雄？但今天讲述的这个人，可谓海盗史上最黑暗的恐怖传说。他是加勒比海上最残暴的海盗，一个被西班牙人称为灾星的男人。他的残忍程度甚至超越了那个时代所有海盗的想象。一个15岁被父母卖为奴隶的可怜孩子，最终成长为令整个加勒比海闻风丧胆的恶魔。他会活生生挖出敌人的心脏，吃掉它。他会将整座城市化为灰烬，不为黄金，不为自由。他唯一的乐趣就是施虐和杀戮。他就是弗朗索瓦·洛洛诺瓦。17世纪的加勒比海，海盗的黄金时代，充斥着浪漫与冒险的故事。然而，并非所有海盗都是迷人的浪子。今天故事的主角，弗朗索瓦·洛洛诺瓦，就是其中一个例外。他并非为自由或财富而战，而是纯粹的残暴和嗜血，成为了加勒比海盗中最黑暗的存在，人称西班牙人的灾星。洛洛诺瓦的早年生活笼罩在迷雾之中。他约在1630至1635年间出生于法国莱萨布勒多洛讷一个贫困的家庭。年仅15岁时，他就被卖到加勒比地区做契约奴工，最初在马提尼克岛的甘蔗种植园劳作，随后又被转卖到西班牙人控制的伊斯帕尼奥拉岛。长达9年的奴役生涯，艰苦的劳动、虐待和暴力，很可能扭曲了他的心灵，在他心中埋下了对西班牙人的仇恨种子，并滋生了日后骇人听闻的施虐倾向。1660年，契约期满，洛洛诺瓦获得自由，但在获得自由后，他没有选择成为农民，而是加入了伊斯帕尼奥拉岛上的海盗群体海岸兄弟会。这群亡命之徒以狩猎为生，将肉熏制后出售，并逐渐演变为在加勒比地区活动的强盗和撕掠者。海岸兄弟会是一个拥有自己法律，甚至还有总督的独立海盗王国。最初，他只是普通船员，在几次航行中展现出过人的勇气和残忍，给总督德拉普拉斯留下了深刻印象。总督赐予他新的名字弗朗索瓦·洛洛诺瓦，并授予他指挥一艘船的权利，成为一名法国海军的撕掠船船长。就这样，一个加勒比海的恶魔悄然崛起。弗朗索瓦·洛洛诺瓦，这个被西班牙人称为灾星的海盗，即将在历史的画卷上用鲜血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。洛洛诺瓦的战术极其狡猾，他常常驾驶小船突袭大型船只，利用多艘轻舟从各个角度包围目标，让敌人措手不及。然而，真正令他臭名昭著的是他对敌人近乎变态的残忍。在他的世界里，没有俘虏，只有无尽的折磨和杀戮。1667年，命运为他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大戏。在尤卡坦半岛的坎佩切海岸，洛洛诺瓦的船只触礁沉没。随后，西班牙士兵发动了猛烈攻击，几乎将所有海盗屠杀殆尽。在尸横遍野的战场上，洛洛诺瓦上演了一出惊心的求生戏码。他用同伴的鲜血涂抹全身，一动不动地躺在尸体堆中，假装死亡。西班牙士兵匆匆离开，却不知道地狱的恶魔已经悄然苏醒。夜幕降临，洛洛诺瓦从尸体堆中爬出，如同归来的幽灵。他偷走一名西班牙士兵的制服，在被奴役的黑人帮助下，秘密逃回了托尔图加岛。这次死里逃生不仅没有削弱他的凶性，反而让他的复仇之火熊熊燃烧。很快，洛洛诺瓦将目标锁定在古巴南海岸的洛斯卡约斯镇。当地总督派出一艘装备10门大炮，载有90名水手的战舰拦截他。然而，结果令人震惊，洛洛诺瓦不仅俘获了战舰，还进行了一场令人毛骨悚然的屠杀。他将所有俘虏捆绑跪地，
一个接一个的斩首，87颗人头滚落在甲板上，鲜血染红了整艘船。最后，他只留下一个活口，带着一句充满血腥味的宣战信息返回哈瓦那：我以后永远不会对任何西班牙人手下留情。1667年，加勒比海上最可怕的海盗准备发动他最疯狂的一次远征。弗朗索瓦·洛洛诺瓦，这个西班牙人的噩梦，集结了700名亡命之徒，是要攻陷马拉开波这座富庶的殖民城市。远征的路上，洛洛诺瓦的运气简直令人啧舌。在埃斯帕达角附近，他们截获了一艘装备16门大炮的西班牙战舰。经过3小时激战，海盗们令对方投降，战利品令洛洛诺瓦兴奋不已，12万磅可可，大量金币和珠宝，价值超过5万西班牙银元。这还不算他们顺路俘获的另一艘船只和缴获的武器弹药。马拉开波的总督早已得到消息，调集了4000名居民和800名士兵严阵以待，他们分兵2路，准备正面迎击并设伏。然而海盗们早已洞悉他们的计划，巴斯克人米歇尔带领的突击队出其不意地攻击了伏兵，西班牙士兵迅速溃败，仓皇逃往城堡。洛洛诺瓦和米歇尔围攻堡垒3小时后，成功攻陷，城中恐慌蔓延，居民们带着财宝仓皇逃窜。当海盗舰队驶入港口时，马拉开波几乎是兵不血刃地被攻占。然而战利品远低于海盗们的期望，洛洛诺瓦立即采取行动，他派出160名手下搜捕俘虏，抓回20名西班牙士兵。对于这个臭名昭著的海盗来说，要让俘虏开口，他有的是残忍的办法，逼迫他们说出财宝的藏匿地点。在吉布拉尔塔，洛洛诺瓦再次展现了他的残暴，尽管损失惨重，海盗们还是攻占了这座城镇，对幸存者进行抢劫、强奸和杀戮。在勒索了巨额赎金后，洛洛诺瓦一把火烧毁了这座城市。在这2场劫掠行动中，洛洛诺瓦获得了巨额财富，但也使他臭名昭著。1668年，他还组织了另一支由700人组成的队伍，计划征服尼加拉瓜。然而，这次远征却以失败告终。洛洛诺瓦征服尼加拉瓜的远征彻底失败，预示着他的帝国走向衰亡。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将他的舰队吹到了洪都拉斯湾。充满野心的洛洛诺瓦并不甘心就此罢休，他决定继续劫掠沿海村庄，却不知这将成为他生命最后的疯狂。海盗们肆意破坏渔村，烧毁房屋，抢走渔民仅有的独木舟。这些暴行点燃了土著部落的怒火，为洛洛诺瓦日后的末日埋下了伏笔。他攻占了卡瓦略斯港，俘获了一艘西班牙战舰，但贪婪依然驱使他深入丛林，向圣佩德罗进发。虽然随后他们攻占了圣佩德罗，但收获寥寥。为了寻找一条安全的撤退路线，洛洛诺瓦犯下了骇人听闻的暴行，他将一名西班牙俘虏的心脏活生生挖出来吃掉，以此恐吓其他俘虏。这一举动甚至让他的许多手下感到不寒而栗，纷纷选择逃离。雪上加霜的是，3个月后，洛洛诺瓦孤注一掷，等待的那艘传说中的财宝船终于出现，但船舱里只有毫无价值的纸张和钢铁，希望彻底破灭。海盗队伍进一步分崩离析。更糟糕的是，在洪都拉斯海岸，洛洛诺瓦的船只搁浅了，而且一困就是数月。洛洛诺瓦不得不放弃船只，带领剩余的船员乘驳船南下。在急需食物和淡水的困境下，他们在达连湾登陆，却遭遇了当地土著部落，很可能是库纳人。这些土著部落对洛洛诺瓦的恶名早有耳闻，或者仅仅是为了自卫，他们对海盗们发起了攻击。最终，洛洛诺瓦被俘。根据一名幸存海盗的描述，库纳人将洛洛诺瓦碎尸万段，将他的尸体一块一块地扔进火里，将他的骨灰撒向空中，不留一丝痕迹，也不留一丝记忆，以此来抹去这个臭名昭著、毫无人性的生物。以残暴著称的弗朗索瓦·洛洛诺瓦，最终竟以残暴的方式迎来了自己的审判。